被人误解怎么办？孙悟空和石秀的结局天差地别，一个冷静化解，一个冲动回声。欢迎收听老吴杂谈。本期话题：被人误解了要冷静。西游记里头啊，孙悟空其实挺倒霉，每次碰到妖怪呢，他出力最多，肯定是唐僧团队的第一主力。可是几乎每次打妖怪，这孙悟空都会被误解。唐僧总说的是，你看你呀，撒谎啊，杀性太重啊，野性不改呀，把好人当妖怪啊，等等等等。不过呢，孙悟空遭遇这种误解啊，基本上很快就解开了，因为唐僧几乎每次都会用自己倒霉的方式来证明他错怪了好人，错怪了孙悟空。所以每次这误解被解开的时候呢，我们看《西游记》的人呢，其实也会觉得大快人心。可以说，这个被误解是一件比挨打还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事儿。而且孙悟空的误解他好证明，因为他呢火眼金睛，本事也大。可是像我们凡夫俗子啊，有时候遭遇到误解就不那么好证明了，甚至很多时候你被人误解了，你根本都解释不了，证明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说说怎么样运用自己的情商来化解这样的误解。说到误解呢，咱们首先得了解一件事儿，就是每个人呢都会遇到被误解的情况，而很多误解我刚才说了是没法证明，没法化解的。所以说碰到误解呀，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你得控制情绪，你得冷静，你得想法及时止损，不要让这个误解带来的负面效应扩大。那么怎么能做到呢？这里边有2点大家要注意。遇到误解之后，第一，别较真儿；第二，别冲动。咱们先说第一个，怎么叫不较真儿？咱们举一个反面例子，水浒传里边就有一个遇到误解之后较真儿的人，结果把自己哥们儿的前途给断送了，自个儿呢还弄了个忘恩负义的名声。这人是谁呢？拼命三郎石秀。这个石秀呢，他和病关索杨雄俩人是拜把子兄弟。这兄弟关系怎么来的呢？这个杨雄呢是一个刽子手，过去呢叫出红差，就是行刑杀人。他每一次行刑杀人之后呢，按照规矩讲究呢，他得这个披红挂绿，主要是为了这个辟邪。而且呢，他杀这人呢，一般都是有罪之人，老百姓呢，还觉得他是个英雄，所以呢，行刑之后呢，有不少人给他送东西。结果有一天呢，他在这个行刑之后披红挂绿回来的路上，让一群无赖给围住了。这些人呢，借着酒劲儿想拿点东西。虽然这个杨雄一身功夫，可是呢，好汉架不住人多，让这帮人给摁着，这就要连抢带什么的。这回呢，石秀赶这时候出现了。那时候石秀呢跟杨雄不认识，但是一看呢，杨雄遇到这种困境呢，他上去稀里哗啦，石秀功夫也好把这帮无赖给打跑了，解了杨雄之围。所以这杨雄呢挺感激石秀，这么这俩人呢，越聊越投机，就拜把子成了这个异姓兄弟。那么成了兄弟之后呢，石秀呢就暂时住在杨雄家里头，因为石秀这会儿挺落魄，砍柴卖柴为生，挺困顿的，杨雄就让他住自个儿家里了。那么杨雄呢，他家里有个老婆，他老婆叫潘巧云，长得非常漂亮。你看这邪了门了，水浒里边说这女的基本没什么好人就几个正面人物，你像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这都打家劫舍，凶神恶煞。你等一般妇女呢，多少都不怎么干净，尤其是这不干净的妇女，多数都姓潘。你看潘金莲、潘巧云。结果石秀呢，在他家住处就发现这潘巧云呢不守妇道，因为杨雄呢一个月得有半个月不在家里头，在衙门里当差值班。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潘巧云呢就和一个叫裴如海的和尚俩人勾搭上了。这个和尚想了个办法，他雇了一个头陀敲木鱼晚上呢在这个潘巧云后门那块转悠，一看那边给暗号了，
这头陀就敲木鱼，这和尚就来呀，趁杨雄不在家，跑到人家里跟潘巧云乱搞。这石秀正住在他家里，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所以这石秀呢，就告诉杨雄说：“哥哥有这么个事儿。”当然呢，杨雄一开始不愿意相信，他觉得你是哪个男的愿意承认自个儿老婆跟别人这么的那么的？石秀就告诉他说：“你要不信呐，咱俩赶个晚上捉奸，你就说你不回去，完了晚上咱回去，你看准能逮着。”这事儿商量完之后呢，他也巧了，当天的这杨雄啊，就被知府给叫去有事儿，完这知府呢多赏他2杯酒，这杨雄就喝多了。你看喝多了，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这心里就有气儿。他回到家里啊，醉酒之后啊，就对潘巧云破口大骂。这一骂把潘巧云骂醒了，哎呦，我这当家的知道我后头这事儿了。所以等到半夜呢，杨雄这酒也醒过来了。可是人有时候啊，喝酒喝断片了呀，基本上说什么都忘了。杨雄没记着骂潘巧云这事儿，结果潘巧云呢，就这劲儿啊，恶人先告状，哭上了。杨雄说：“娘子，你为什么哭啊？”潘巧云说了：“这石秀啊，他调戏我，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你琢磨琢磨，这杨雄会怎么想？跟潘巧云呢，已经是1年多的夫妻了，跟石秀呢，这虽然是拜把子兄弟，但是认识啊，也不过才1个月。这两下一比较呢，那肯定是2口之间说这话可信呢。杨雄一听来气了，说：“好你个石秀啊，你还让我捉奸，整半天你贼喊捉贼，你调戏我老婆，还挑拨我们2口的关系。”得，第2天他一来气啊，把石秀给撵走了。你琢磨琢磨，石秀这会儿心里得多窝囊。他一心呢，为了自个儿哥哥，我怕你戴绿帽子，我在你家里替你看着点。结果呢，你呢听那个娘们的话，你把我撵走了。所以石秀这会儿被误解了，他也确实挺上火。这石秀本身呢，就是个小心眼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了自己一个过度较真的模式。首先吧，他先找个地方把自己安顿下来，然后他开始调查研究。他晚上啊，这不杨雄又不在家吗？他就跑杨雄家后门堵着去。果然呢，那个敲木鱼的头陀呀，看到潘巧云的丫鬟放在后门啊，那个香桌暗号，就开始敲木鱼。他敲完木鱼，石秀就把这头陀给杀了。回过头呢，他把听声赶来的和尚裴如海啊也给杀了。然后他把这俩人衣服扒下来，尸体就扔到后门这儿了。结果第2天呢，人发现了，这下全城传开了，说一个和尚一个头陀，这俩人啊，好像都跟这家里人有事儿，结果他俩争风吃醋，同归于尽了。你看，要不说人这嘴啊没准儿，这时候谣言就出来了。接下来石秀就找杨雄去了。这个时候杨雄啊也明白了，因为见着那2具尸首了，他就觉得好像啊自个儿是误解自个儿兄弟了。这杨雄准备跟石秀道歉，可石秀这时候较上真儿了，你道歉呢我不接受。为啥呢？你先别忙道歉，咱们这证据还不够，我被误解了，咱得把这真相弄得清清楚楚。你这样说，哥哥，你把潘巧云和潘巧云身边的丫鬟，咱别在家里头，家里头人多嘴杂，把他俩约到翠屏山，我有办法让你知道实情。这就是水浒一段有名的事，叫翠屏山杀嫂。就这么着呢，杨雄一家啊上了翠屏山。这石秀啊拿出刀来，逼着这丫鬟，你把前因后果说一遍，说这潘巧云跟和尚裴如海怎么搞到一块儿的，俩人怎么对暗号的，你是怎么干的，怎么诬陷我石秀的。这丫鬟哆哆嗦嗦一说呀，杨雄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你本来自个儿戴绿帽子，你当兄弟面前呢，这丫鬟把事实啊都说出来了。所以事情到这儿啊算水落石出了。说完事了吧？没有。虽然潘巧云在旁边一个劲儿求饶，石秀没完，他这较真模式打开之后停不下来了。他说非得呀你潘巧云自个儿把诬陷我这事你再说一遍，光你丫鬟说不行。没办法，潘巧云为了活命，把自己跟和尚通奸经过呀，以及诬陷石秀啊，怎么过程啊，怎么想的都说了一遍。这又来了一遍，咱们大伙儿想想，
杨雄啊，血气方刚个老爷们儿，他天天干的就是拿刀砍人的工作。你说这会儿一遍一遍的这戴绿帽子是刺激的，他能受了吗？本来休妻就能了解的事，杨雄一怒之下跟石秀俩人把潘巧云给杀了。怎么杀的？给剐了。哎呀，场面血腥残忍。所以后来呢，民国时代有个新感觉派的小说家叫施泽存，这施泽存先生写了本小说叫《石秀》，就说翠屏山杀嫂，他就觉得石秀啊心里头很阴暗啊。当然这是他的分析。可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呢，你简单过一遍，你就发现石秀这么一较真儿呢，等于把杨雄的前途给断送了。本来这知府要重用杨雄，这回你杀了人了，你怎么办？所以杨雄杀完人呢，连家财也不要了，卷了点首饰啊，就很狼狈的跟杨雄俩人跟石秀俩人就投奔梁山去，所以自个儿前途断送了。那么说石秀在这个事儿上还落了个忘恩负义名声，为啥呢？因为石秀啊救杨雄之前呢，他在这个地方和他叔叔啊卖羊卖马，结果他叔叔病死了，本钱也没了，他就沦落在这儿呢砍柴卖柴，哎，非常落魄。那么杨雄呢，他俩呢拜了把子之后呢，他住在杨雄家里头，杨雄呢供他吃供他喝供他穿。那么谁把这石秀从乞丐生活当中解救出来的？可不仅仅是杨雄。杨雄的老丈人就潘巧云的父亲收留了石秀，自己出本钱出房子，让石秀呢做杀猪的买卖。也是他呢，就是老丈人呢让杨雄啊把石秀留在家里头。所以说这个潘巧云他的父亲呢，老潘头啊，是石秀的恩人。你说你把恩人唯一的闺女最后给弄杀了死了，你想你对得起恩人吗？何况这潘巧云呢，不守妇道是不守妇道，也罪不至死啊。结果让你就挖舌头就剖心窝的给剐了，这死的也太惨了。所以说呢，这个石秀啊，为了解除误解，证明自己，有点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而你为了证明自己过程当中损失的东西，其实比你误解的损失还大。而且在证明误解的过程当中啊，有时候你都忘了自个儿初衷了。石秀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别让自个儿大哥戴绿帽子蒙在鼓里，是为了杨雄好。结果这一证明自个儿，哎，啥都忘了，最后反而呢把杨雄给害了。你像还有咱们看《西游记》里孙悟空，有一回唐僧啊被一个老鼠精给抓下来，这老鼠精逼着唐僧成亲，看上唐僧了。结果呢，孙悟空在老鼠洞里呢发现呢有一张供奉托塔李天王的牌位，他就认定啊这老鼠精啊是李天王的女儿，这李天王纵女行凶，上天告御状去了。结果李天王不承认，说我就一个女儿，今年才7岁，怎么能绑着唐僧要结婚呢？你不胡说八道吗？是不是大闹天宫的时候咱俩打过仗，你对我怀恨在心，你报复我呀？这李天王一生气呀，把孙悟空用捆腰绳绑起来了，说咱呢找玉帝告状去。孙悟空一看较上真儿来，嘿嘿，你呀你误解我，我得让你付出代价。后来李天王想起来了，说当年呢在这个人间呢他救过一个老鼠精，这老鼠精啊就拜自己当干爹，确实有这么个事儿。李天王一想，看来我是误会孙悟空了，就要给孙悟空解开捆仙绳。孙悟空你别，你捆着我你别解开，你说明白你再解开，要不然你别想。就他较上真儿。这时候太白金星赶紧劝大圣啊，你别较真儿了，赶紧的下去救你师傅要紧，在天上1天地下1年，你万一耽误时间了，你这唐僧跟那小耗子再有孩子，这不就坏了吗？所以孙悟空一听，哎，这事儿要紧，他也不矫情了，哎，下界除妖去了。所以这孙悟空啊，他还算聪明，他没有本末倒置，他知道哪头轻哪头沉，没忘了自己初衷是啥，没有因为较真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我说呀，别较真儿，这是遇到误解之后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呢，有一些事儿啊，就说有人误解了你，你别拿它当回事儿。为啥呢？这事儿过去了就没事了，而且它没你想象那么重要。你觉得这事儿挺重要，别人看来那就太小了。你看冯小刚导过一个电影叫《我不是潘金莲》，这里头的女主人公啊
范冰冰演那个李雪莲呢，她是因为要二胎玩个假离婚，结果老公趁机会和她真离了，而且说她结婚时候啊不是处女，说她是潘金莲不守妇道，她就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为了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她到处上访，还不惜和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呢睡觉，来获得上访这么个途径。实际上等于是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生生把自己快扮成潘金莲。你说这不可悲吗？这个就是不计后果的较真儿。那最后这李雪莲证明成功了吗？没有。她和自己睡觉的人呢，那个人啊，最后啊反而背叛了她。她的这个老公就是她前夫啊，也死了。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荒废到这上了，还得罪了一大堆人。而且这个事儿呢，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人嘴传来传去，它容易变形啊。结果她被大伙骂成是潘金莲，比原来骂她的人还多了。这个结果肯定不是她想要的。那么说她被她前夫误解成潘金莲，这算什么大事呢？不是啥大事，因为她的前夫另有新欢了。对她前夫来说呢，就愿意相信她是潘金莲，这样能够减轻啊自己的负罪感，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呢面对新生活，面对新的老婆。所以说你被误解的时候，被这样人误解的时候，无论你怎么努力呀，你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同样，你不管怎么较真儿，你都叫不醒一个存心要误解你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如啊豁达一点，把这事看淡了。随着时光流逝啊，这事就过去了，没人拿当事。你看《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就太经典了。这白骨精呢，化妆成女儿、母亲、父亲三个形象骗唐僧，想吃汤汤肉，都让孙悟空给识破了，一个个给打死了。所以唐僧气坏了，说孙悟空撒谎，打死的不是妖精，野性未改，把孙悟空撵走了，要跟他断绝师徒关系。你想这个误解挺大了，孙悟空也特别委屈。可是孙悟空呢没较真儿，你撵我走，那我就走了。后来咱们知道唐僧啊遇到黄袍怪被变成老虎了，这沙僧猪八戒也搞不定黄袍怪，求孙悟空出马，孙悟空降服黄袍怪，把唐僧变回来了。那么86版的六小龄童演那个《西游记》里啊，唐僧被黄袍怪拿住之后呢，电视剧里设计了一个小妖精，说这小妖精原来是白骨精的军师，白骨精被打死之后呢，他又跟了黄袍怪了，所以他把这事情跟唐僧说了。其实原著里头啊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唐僧把孙悟空撵走以后，从头到尾白骨精这事儿就没了，一句都没提，这事就像忘了似的。所以后来降服黄袍怪，唐僧就记着孙悟空救他一命，心里头感激不尽，白骨精那事儿黑不提白不提呀，就拉倒了。所以你看人有时候这个忘性是非常大的，有些事你看着好像挺严重的误解，其实事情过去之后你再回头看呢，没什么事了，大家也没记住这事儿。所以你在那个环境下，你自己别较真儿，自己别往牛角尖里钻。遇到不好证明的误解呀，别为证明这事儿啊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不较真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受到误解的时候及时止损，别有更多的损害。这是我们说这个不较真儿。还有第二个更重要，别冲动。就受到误解之后，你一冲动啊，引发的后果就不得了。因为人家在委屈的时候、难受的时候，爆发出那个负面能量是相当大的。咱们再说《水浒传》里的例子啊，《水浒传》里头有个好汉插翅虎雷横，他有一回呢，在街上啊看人家走江湖的表演，是父亲和女儿，演差不多了呢，这两位上来敛钱，其实就是拿着笸箩呀要钱。这个开始走圈，第一个要钱呢就要到雷横这儿了。这个第一个要钱很重要，为啥呢？你要给的多，后头人啊不好意思给少了，你要给的少，后边照你这来，等于你打个样。所以一般要钱呢他有技术，他先看这个人，看你穿着打扮啊气质啊，一看是个有身份有地位人，知道你能多给钱，所以先向你要。雷横呢衙门口办事的人呢，穿着打扮气质也都不错，所以呢这女孩呢先向他要钱，结果赶寸了。雷横呢家趁万贯难免一时不便，兜里头没带钱，你这场面就挺尴尬。雷横就说了，你看我没带钱。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啊倒挺温柔，
说这个大爷您看呐，您多有多给，少有少给，我们指着活呢。说你这一不给钱，那后边人也都不给钱了，我们今儿这买卖就瞎了。他还是挺会说话，可是他爸爸不行了，一看这样来气了，说丫头你别跟他啰嗦了，这就是个无赖，这点钱都不愿意拿，白看咱们这演出，这什么人呢？混蛋吗？这雷横啊，有身份的人被误解了，他难受。结果呢，他没有冷静下来，他冲动，这下惹祸了。他怎么冲动了呢？他把这说话难听的这老头啊，就这女儿他父亲呢，给打了。结果这一打，他可吃官司了。你把人打坏了，衙门口呢就处罚他，罚他呢披家带锁的，站着示众给人道歉。这时候雷横他母亲呢，在家里等儿子没回来，就给儿子来送饭来了。送饭了一看这情况，这老娘心疼儿子呀，这怎么回事啊？就来气，就跟那个卖艺他的那女孩俩人吵起来了。这一骂上呢，他这女孩来气了，也冲动，一伸手呢就打了老太太几个嘴巴。结果这雷横可来气了，我受委屈不要紧，你这打我娘可不行。拿手里这枷锁呀，咔嚓一下子把这女孩给打死了一尸首。结果呢，你说这么一个小事，最后闹出一条人命来。然后呢，这雷横呢直接呢就给抓起来，就要斩。后来是上了梁山了吗？这算。但是他自个儿在官府的前程就这么毁了。所以你说这个冲动带来的后果都有多大？西游记里头也是，孙悟空刚跟唐僧那时候不出个事吗？师徒4人到这武装观，结果镇元子留下俩童儿招待他们吃人参果，唐僧不敢吃，猪八戒嘴馋，孙悟空去偷人参果，最后遭受点误解，他是呢偷了仨，结果2个童儿一点少4个，有一个掉土里了嘛。而这个就说孙悟空你不光是贼，还是骗子，明明偷4个说仨。孙悟空就急了，受误解之后他就冲动了，干了什么事呢？拿起金箍棒把人家人参果仙树道根给拔了，给毁了。结果这个冲动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弄不过镇元子啊，镇元子地仙之祖啊，连观音菩萨都得让他3分。所以这镇元子后头把孙悟空他们师徒4个给抓起来了，孙悟空弄不过人家，没办法啊，求爷爷告奶奶，天上地下这个5湖3岛找遍了高人，最后求观音菩萨用净瓶里的甘露把人参果树起死回生。这事儿才好里好面才圆下来。所以说你这弄不过人家，最后一冲动弄出这个后果来。孙悟空后来呢学聪明了，遇到误解我先想法怎么找办法，先别冲动直接跟误解你的人干仗，有时候会使这误解更深。你看孙悟空有一次这个事儿做的就很对，他师徒4人路过一个地方，有个寇善人家里挺有钱，特别喜欢呢招待这些僧人，就留着师徒4人在家里吃饭住宿，一晃就半个月过去了。半个月过后，唐僧说不行不行，我得要走，我得取经。寇善人就只好送行。这个送行的阵仗闹得挺大，结果就被一伙盗贼给盯上了，说这家有钱呐，你看送一伙和尚这么大排场。结果送走唐僧当天夜里，这伙强盗进家，把寇善人家里抢个精光。这寇善人上前阻拦呢，还被这伙强盗给杀了。就这个事儿呢，寇家人在一块商量怎么办呢？寇善人他媳妇儿琢磨呀，要不是为了这师徒4人呢，咱能让这盗贼盯上吗？是不是这师徒4人在咱家住半个月，把咱家家底摸清楚了，里外勾结，整一帮盗贼来劫咱们家呀？结果他一提出来，寇善人他儿子一听，对呀，这家人越琢磨越是这么回事，说这不行，咱得把这师徒4人弄回来，来对证这个事儿。结果呢，这事儿赶巧了，他们去找这师徒4人，半道碰上了。怎么回事呢？这师徒4人呢，这不是走了吗？那会儿强盗抢完寇善人家，一琢磨，说他送走这些和尚肯定给了不少礼钱呢，咱把这和尚也劫了吧。结果这帮人呢又去劫师徒4人，那哪是孙悟空对手？孙悟空使个定身法，把这些强盗给定住了。然后呢把这伙盗贼身上带那财宝，都知道抢老寇家，咱给人送回去吧。这师徒4人又送着财宝回去，结果半道跟寇善人儿子碰上了。你看他带着老寇家的家财，这下可倒好，人赃俱获。
这寇家人误解更深了。你要这搁孙悟空以前脾气，去他地，我抡起棒子先把你们打死，你们误解我好心好意，你们拿好心当驴肝肺。但这时候孙悟空没有，他呢知道要冷静，不能冲动，所以他先承认了，对呀，你们家钱是我偷的，我抢的。结果他回头干件什么事呢？因为孙悟空上下三界都能走得通，他跑到阴间去了，跑到阴曹地府呢，寇善人不被弄死了吗？他鬼魂在阴曹地府啊，请寇善人还魂，你回来跟你媳妇跟你儿子说说怎么回事。所以这一解释就都清楚了。所以孙悟空这时候啊，他碰到误解呀，没有冲动。因为冲动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呀，在人生当中很多误解呀，咱们不需要去解释。你要反思一下人家为什么误解你。如果自己身上确实没有问题，那么这个事儿你想过了一阵能不能过得去。如果实在过不去呢，你再想法一点一点的去化解这误解，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千万不要过于冲动，千万不要较真过分，为了化解这误解呢，造成更大的损失，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境界当中。所以说白了呢，当你自己做的足够好的时候，真正能误解你的人呢，那其实也是不了解你的人，也并不值得你多拿他当回事儿。所以不较真儿，不冲动，控制情绪，及时止损，这才是面对误解非常有情商的做法。本期话题，破解老司机的套路。有这么两句话呀，我想大家平时都应该听身边人说过。一句是我这可不是针对你啊，还有一句是呢，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你看这两句话呢，表面上是说话的人呢顾及到你的脸面和情绪，可是你仔细一琢磨呀，就会发现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明明是在针对我，然后还想把自个儿给摘出去，说不知道该不该说，既然不知道，你为什么最后还要说出来呢？就我们听到这类话之后啊，你都明白对方的意图，可是呢，人家事先打好招呼了，已经站在情理的制高点上了。我不是针对你啊，有话不是该说不该说。你看，如果你再计较，那就你有问题，你不谦虚不虚心，你不大度，心眼太小。像这种利用一些技巧或者是计策来让别人妥协的方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所以网上呢管这叫什么呢？叫套路。那么熟练的使用这些套路的，我们往往说的是老司机。其实我告诉大家，老司机和套路这俩词儿，我本人是很反感。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很多人认为套路是情商高的表现，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套路表面上好像跟情商挺相似，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可是套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套路根本不走心，他根本不会照顾被套路人的感情，甚至有可能呢做出伤害别人的事儿。所以你看现在网上对套路这个评语都什么呢？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一入套路深似海，从此节操是路人。那这些话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套路这个词儿真的不是一个好词儿。很多人对这种使套路的行为，使套路的老司机会越来越反感。那么遇到使套路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应对呢？咱首先得分析这个套路，说白了就是别人利用对你的了解，针对你的弱点制定出来的，用来逼迫你去妥协对方一种要求，这种手段。正因为他瞄准了你的弱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你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目的，可是你等于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小辫子攥在人手里，只能选择往套路里钻。咱们具体分析一下，你看套路最早的一种形式就是那个每年这个双十一购物节，最开始淘宝搞双十一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商家的管理也不那么完善，所以有些不良商家利用这机会玩起套路来。怎么玩呢？说你不是双十一活动有折扣吗？买东西比平常便宜吗？而有些商品一对比原价呢，甚至都得低出1倍多去。所以我就在双十一来临的时候商家考虑这么一种方法，
把商品的价格提高，然后加价之后呢再给你打折。首先这个折扣是有水分，有的甚至比没打折之前还高。而很多粗心的购物者购买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商品最早的价格是多少，就跟网页上标注的原价做对比，一看打折打的多，就抱着那种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这个心理，他去买，正好落入这些奸商的套路里头。奸商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人好占小便宜，这点弱点。所以咱们细分析一下，使套路的人首先是针对你的弱点，那咱们就得清楚我的弱点是什么，如何绕开这弱点。有的人一步一步让人牵着弱点走，最后只能就范。你看水浒里头有一个典型的被套路住的这么一位，结果呢他的这个人生可以说是从原来非常舒服的日子一步步走向了悲剧。谁呢？玉麒麟卢俊义。让谁给套路了呢？让宋江和吴用。宋江和吴用为了能够让一些好汉上梁山，两个人狼狈为奸，出了很多损主意，干了很多坏事。你看第61回叫吴用智传玉麒麟，这个什么意思呢？晁盖呢在攻打曾头市的时候被史文恭用毒箭射中死了。以宋江的地位，按理说应该继承寨主这位，可是晁盖呢发觉宋江跟他路数不一样，所以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谁能杀死史文恭替我报仇，谁就是寨主。其实晁盖想把这个山寨寨主位置给谁呀？他想给林冲，因为林冲有这能力杀史文恭。因为当年要不是林冲火并王伦，晁盖他们哥几个上不了梁山。所以当晁盖对宋江失去信任之后呢，想把这个山寨之主传给林冲。那这个时候宋江当然不愿意。我们知道宋江最擅长的搞人际关系，搞政治，打仗不是他强项，武功更是稀里糊涂。晁盖明显不让宋江成为下一任山寨之主，把宋江愁坏了。这时候吴俊义这个吴用这时候吴用就给宋江出个主意，说咱这山寨里不管谁最后杀史文恭，你都得封他为寨主。咱们要招安这事儿就可能出变故，咱这样，咱从外头找个外援来，外援的水平很高，他要杀了史文恭，刚来的新人在咱们兄弟当中没威望，这时候寨主自然就是由大哥，由你宋江来接任。我知道呢，北平府有个员外叫卢俊义，绰号玉麒麟，武功是天下第一，咱把他请上山，这事儿就好办了。说卢俊义人家在那过得挺好，能来吗？这宋江就琢磨说这不行吧。吴用告诉宋江说，哥哥你放心，玉麒麟卢俊义这个人耳朵根子软，还有点迷信，信命信什么的，我已经想好办法了，算计他。说是怎么算计他呢？你看吴用想了个办法，他假扮成一个算命的，带着李逵呢就到卢俊义家门口晃悠，一边晃悠一边在那吆喝讲命谈天，挂金1两。这1两银子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水浒里边写过，说吴用掏出1两银子买了1桶酒，20斤牛肉，还剩不少。你现在算牛肉30多块钱1斤，这1两银子购买力得相当于现在1000多块钱。所以他这一张嘴说我算一卦要1000块钱，挺贵。正好呢卢俊义听见了，这卢俊义呢本身就迷信，吴用呢就投其所好。再一听这算卦一次要1两，这卢俊义还好奇，多大水平敢要1两来吧，把吴用叫进来吧，你给我算算。吴用假扮这算卦老道装模作样给他算半天，说坏了，你这几天就要有血光之灾，你得出去躲去。卢俊义听完乐了，你吓唬我的吧，我也不得罪人，而且我这个谁有困难我仗义疏财帮忙，我哪来血光之灾，你净瞎说。吴用你也不跟他争，扭头就走，一边走还一边叹气，哎呀，天底下人就愿意听好话，讳疾忌医，你既然不信我我也不收你银子了，我走吧。他玩这个欲擒故纵，这卢俊义耳朵根子软，马上就有点慌了，哟，
看来这真有本事，看来我真有这血光之灾，赶紧把吴用请回来。哎，先生，你告诉我怎么破？吴用就告诉他，你呀，往东南方1000里之外，你出去就可以躲避灾祸。说东南方1000里之外是哪儿啊？就是水泊梁山的。我呢，再给你写首诗，哎，我题在你家墙上，日后呢，你回来对照一下，你看我算的灵不灵？说完，在卢俊义家墙上题了首诗，这是首藏头诗啊，什么芦花荡里一扁舟啊，什么一时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头4个字藏头诗吗？就是卢俊义反。卢俊义当时呢根本没有注意到，哎，这卢俊义走了之后，去水泊梁山了。宋江找人啊，在大名府放风，说卢俊义要造反，已经投靠梁山了。结果大名府的这个当官的梁中书一调查呢，哟，卢俊义确实往东南方向走，正是水泊梁山所在方位。而到他家里一看，墙上呢还题这么首诗，一看反诗，卢俊义反。再加上这时候卢俊义真倒霉，他老婆贾氏跟管家李固俩人勾搭成奸，正好借这个机会要除掉卢俊义，把卢俊义的家产呢都给霸占，俩人好逍遥快活。就这么的把卢俊义造反罪名给落实了。你再等着卢俊义回家里呢，晚了3秋了，什么都完了。他自个儿被官府抓起来，判了死刑。这时候宋江再以梁山要解救义士的名义，率领人马攻打大名府，把卢俊义给救出来了。救出之后呢，宋江过去跟卢俊义道歉，说我呀久闻员外大名，一心想请员外上山共商大业，我们还怕我们这帮山贼草寇误了员外前程。你看今天没办法了，我们知道员外遭小人陷害，你想想这个北宋当朝奸佞横行，不如你留在咱们梁山吧，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挺快活。到这时候卢俊义再傻也明白自己中了宋江和吴用的套路，可他没办法，他这成通缉犯了。你要拒绝梁山的话，估计自个儿就死路一条了，所以他只能选择入伙梁山。后来他这个把史文恭逮住了，可是你的命呢是人宋江救下来，再加你在梁山是个新人，没什么威望，怎么可能让你当老大呢？所以卢俊义一再谦虚往后撤，把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宋江。所以你看宋江吴用这套路得多深，这俩人的套路就是一步一步的利用卢俊义的弱点来逼他就范，以此来达到目的。最后宋江得了好处了，但是作为卢俊义来讲他心里头肯定不痛，甚至恨死宋江。你看这个水浒有多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呢叫金批金圣叹，就是清朝的一个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在这个改水浒的时候呢，把后边就他批注里头，批注就是点评水浒，他把后边征方腊损兵折将那块他都给去了，改成什么呢？卢俊义做梦见梁山头领全都被杀了，他把这个当成整个书的结局。金圣叹腰斩水浒就71回。那么他为什么这么写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好跟咱们前面说对应上。这卢俊义也不定多恨宋江呢，天天在心里头恨着宋江，恨着黑三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使这套路核心就是缺德。那么套路本身确实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道德负罪感。那么我们在遇到使套路的人对我们使套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防备呢？怎么样应对呢？所以咱们现在进入这期节目的核心，我们怎么样化解这些缺德的老司机的缺德套路？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不按照对方的套路出牌。我们说了，用套路的人多数他不走心，其实他不是真正的情商。通常他们的套路呢，也是从网上或者跟别人学来的，就像武功招数一样，再厉害的招数，你要按部就班，不知道变化，你总会被别人破解。所以只要你清楚他的路数，想应对他就不是难事。发现自己被套路的时候呢，你得能够控制自己情绪，不要让自己陷入对方的节奏当中。就像咱们这个打扑克斗地主，地主出对你也跟着出对，然后呢你把他呢给管出来，完了你还接着出对，你要旁边跟你一伙呢准得骂你，你会不会玩那地主还有你这么玩的？
你还顺着他打，谁跟谁一伙？你得变个道，他前面出队嘛，你管了之后你出单，这当地主那人就难受了。就说事情的发展呢，不在使套路人的掌控当中，一下就让他陷入被动。所以就是说，不管什么事儿，哪怕是这个人不如你，可是一旦你进入对方掌握的节奏当中，他的套路当中，你不好摆脱，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得使点蛮劲儿。什么叫蛮劲儿？不按他套路出牌，就他使这个套路，你给他拧着来，你看怎么样？西游记里就有这样的例子。孙悟空路过车迟国，那一回我记得叫三清关大圣刘明，车迟国猴王显法跟车迟国虎力、陆力、杨力三个老道比拼法术。因为这师徒四人到车迟国呢，发现这个国家里佛教跟道教的地位差距很大，老道呢被当成上宾供奉，和尚的位置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拉去做苦力，跟奴隶差不多。所以这孙悟空呢，跟三位国师这仨老道约定比试本领，要帮助这个国家修佛的人摆脱困境。可比试的时候，孙悟空发现这规则跟自己不是一回事就对方使出套路来，这个规则对孙猴很不利。你看，有人说这个规则再不利，孙猴能耐大呀？那不是，这个规则太重要了。这三位国师呢，论能力肯定比不上孙悟空，但人家有人家套路。比方说咱比什么呢？呼风唤雨、隔空猜物，比这些东西，这是人家强项。你比方说隔空猜物，隔着门板猜里边东西。孙悟空虽然是火眼金睛呢，只能识破幻术和真妖精假妖精，可是这透视的功能他没有，这不是他的强项。所以孙悟空认识到这个问题呢，说我在这几个项目上跟你干呢，我就让你套路了。那怎么弄呢？我不按套路出牌。比方说虎力大仙跟他斗呼风唤雨，虎力大仙是按照正规的老道那些途径，向神仙祷告请示下雨。这时候孙悟空玩什么呢？真魂出窍，走后门找龙王。他让你下雨你别让下啊，雷公电母也得听我的。你看他走后门，一下就把虎力给干败了。他跟杨力大仙比呢，隔空猜物。你不猜里头是个桃吗？猜对了，我变个小虫进里头把桃吃了，我猜是个桃核。你猜这里头有个小老道，我变成你模样进去，来师傅给你剃头，把老道变成和尚。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直接破了对方的法术，导致这三位国师自食其果。所以你表面上看上去呢，这些套路好像是百试百灵，无从下手。可是你不按他既定的套路出牌，你就发现他那些套路也就那么回事。这就俗话说的，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只要把节奏把握在自己手里就好。当然了，不按套路出牌呢，也是见招拆招的方法，属于你在防守，在应对上呢显得有点被动。有的时候面对这种套路，咱要选择主动出击。什么叫主动出击？大家记不记得2014年春晚，开心麻花呢，沈腾、马丽主演个小品叫《服不服》，就讲主人公郝建呢，发现老太太呢想使套路碰瓷儿，他反过来再套路老太太一把。但是郝建呢坐在路上呢，看见一个老太太摔倒了，他本来呢好心呢上去要扶着老太太，可把老太太扶起之后，这老太太认定这郝建给他撞的。这郝建好说歹说，东郭先生和狼农夫和蛇李东宾和狗都搬出来，老太太根本不听，认定就是郝建撞他的。这郝建一看你这是要碰瓷儿说不清了，他灵机一动呢，自己吧唧一下躺地上。因为在这个事之前呢，郝建正好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身上也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而老太太身上干干净净的。这个时候正好民警赶到，把现场情景都看着了。这现场的所有证据处处指向老太太把郝建给撞了。老太太想给自己辩护，郝建特别有意思，就把刚才老太太对他说那套词儿那套路重复一遍。你比方大家还记得吧？郝建说我都这样了，你还跟我较那3米2米的针有意义吗？结果这老太太给急的在那喊呢，他说的都是我的词儿你看让这碰瓷儿的真正体会到一遍被别人碰瓷儿的感受，就使套路的反过来被套住了。你看这场景多有意思。所以当你能够很从容的去应对，并且识破别人对你使的这些套路的时候，你不妨再利用对方的弱点反套路回去，主动出击，给这些投机分子一个教训，让他们也尝尝被套路的滋味是什么。所以咱们说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你看最近几年这个电信诈骗呢比较猖獗，很多人上当了。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例子，这是这个警察在剖析案例时候说的，说很多人呢在被套路的时候呢，应该想到如何的反击。这个反击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你看网上流传那么一段视频，这是据说警方发到网上的，说一个女大学生呢，不仅没钻入对方设计好的套路，反过来把骗子给耍了。这骗子呢，假装是这个女学生的老师，给她发短信，说你到办公室来一趟。结果这女学生开始呢，将信将疑的时候呢，这短信又来了，说我有事你帮我忙，让这个女学生啊帮她给领导送礼，先让这女学生给垫4万块钱，就是老师向学生借钱。其实当然这骗子呢是假冒老师。这女学生看完短信之后啊，她马上意识到这是电信诈骗。很多人就直接就是挂断了，不跟你联系拉倒了。没有，他假装上当了，把电话给拨回去了，而且向这骗子呢要支付宝账号。哎，这骗子一看，哎呦，这上当了，好啊，就把支付宝账号告诉他了，说你过一会儿你给我打款吧。可过了一会儿呢，这女大学生又跟骗子说我今天呢这个我给别人支付宝也转账了，把限额用完了，现在没法往外转，再转的话呢就要扣手续费了。我这你说扣手续费，你帮我先把手续费这60块钱垫上，我把钱给你转过去。这骗子呢不想交这60块钱，就跟这女大学生说了，说手续费会从你余额里扣，我到时候还你钱的时候一块还你不就行吗？还你40060。可是这女学生呢非常机智的回答说我刚才问那个支付宝的客服了，他说必须要先交手续费才能转账。这时候骗子呀也怀疑，但是一想呢，马上4万块钱就到手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这4万块钱你说跟60块钱哪头轻哪头沉，就这么的就给这女大学生转60块钱过去。转过去之后，这女大学生又给打电话，60我收到了，客服说不够，你还得给我转120。这时候骗子才意识到这女大学生把他骗了。哎呦，这骗子气的，你干嘛？在电话里就直接指责女大学生，你怎么能骗我呢？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你这个骗子，我要报警。骗子还要报警，跟警察说他被骗了，你说这多有意思。当然这骗子只要不是十足的傻子，绝不可能去报警。所以你看咱们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主动出击是很有效的。所以说呀，就是在应对套路这个问题啊，你的情商提高了，在自己被套路的时候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绪，不轻易的被别人所影响，这样你就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所谓无招胜有招，你把握住了情商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什么套路在你面前都跟小儿科似的。最后呢，咱们回到开始给大伙说那个2句话。比方说这个人跟你说了，我这话可不是针对你啊，你怎么办？你马上接过来，你不是针对我，你是针对所有人啊，你就想把我们大伙都搁进去。这一句话就把他嘴堵上了。还有第2句话，说有些话呀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你马上接过来，你说也不该说你就别说，你别说了，直接把他嘴就给堵死。所以在这个时候，一种是主动反击，一种是如封似闭，我把你这些退路全封死了，我让你没法再接了。你要是再接跟我在这问题掰扯，大伙一看你矫情了，你是别有用心了。所以我说这种反击套路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问题再抛回去，让对方去接这个东西，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这时候感觉到憋屈郁闷的就是这些滥使套路的不道德的老司机了。